90幾天前，偶然在鄉村的小路上，發現了一輛被拋棄的越野車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我要把它帶回去，然後修好它。於是圍繞着它轉了好幾圈，大概檢查了一下車況。因為長時間的停放，加上沒有雨棚，車內外被腐蝕得很嚴重，滿是樹葉的車身，長滿青苔的座椅，碎了的車燈，掉皮的車盒，都在告訴我這是一輛有故事的車。最後我用一部手機把它換了回來。聊天的時候，車主告訴我，這是一輛下賽道的越野車，因為比賽的時候熄火，車內進水，就放在這裡沒有管，而這一放就是2厘。回來之後我沒有休息，我想盡快把它清理乾淨，看看它到底爛到什麼程度。這是一輛3到7年左右出產的吉普車，年份不算長，但它依然是我小時候嚴重騎車的弓。能也是因為這款車，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改款，有些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，所以成了很多人口中的中藥垃圾。把車裡清理乾淨，然後給它上上下下搓一搓，洗個澡。If you got I will love with another rush of my dreams that I only see。 經過一番折騰，這輛車終於露出了真面貌。如你所見，車身鏽蝕得很嚴重，後續的修復工作壓力會很大，鈑金一碰就碎，地板也有很多地方都鏽穿了，油箱蓋也不知道去哪裡了。不過好在我現在有時間，可以把它們都修好並且改一改，讓它擁有新的生命。收拾好心情，我檢測了一下發動機艙的情況，水箱因為轉過熱得很嚴重，或許給它補一補還能繼續用。發動機倒是沒啥毛病，不漏油不滴水，機油也沒少。於是我接上電瓶，強勢把它打着。能亂就能砸。我嘗試了一下直打，馬達沒有問題，那應該就是線路問題了。線路老化接觸不良，我花了一杯茶的時間，把倒車的線路整理了一遍，然後不出意外順利找車。停了這麼久的車還能改造，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。除了沒有排氣管聲音怪怪的，5毛錢煙，不燒機油，但是對我來說已經很不錯了。接下來就是給它全部拆散，然後該修的修，該換的換。我還特意做了一個龍门架，這樣後續車殼車架分離就方便多了。話不多說，開拆。
隨着連接車身的最後一個部件從車裡拖出，車殼終於可以洗掉了。檢查沒有問題，車殼車架也順利分離。這個底盤的質量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。本來以為停了這麼久應該鏽爛了，實際上整體還不錯。後續只要做好防修塗鏽，再噴上油漆就可以了。把它沖洗乾淨，推進屋子裡，把線路動力、前後橋以及其他部件全部拆散，然後一個一個清理修復。拆卸的工作看起来挺簡單，實際上挺累人的，所以我使出絕招召喚小雞。小雞任勞任怨，是修車路上必備的好幫手。经過努力，动力与底盤的連接處也都拆完了。這時農民架又派上了用場。不得不說，這個農民架是真的好用，承重能力強，而且小巧不占地方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拆車的過程很自愈，也很解壓，當然也很累。伴隨着敲敲打打，整個底盤被我拆成了這一堆。接下來就是把它們一件件打磨乾淨，然後該修的修，該換的換，最後再給它們做好盤修，噴上油漆。這些髒活累活，必然不能少了小弟。畢竟小弟是我修車路上強有力的好幫手。我花了2天時間，把這個車架打磨到了這個程度。但是像這種邊邊角角的地方，是打磨不到的，所以我又自製了一個簡易噴砂漆，來清理這些打磨不到的地方。最終伴隨着每天的腰酸背痛，整個車架慢慢的變成了讓我喜歡的樣子。為了慶祝修復的第一大件完工，我給自己一個優美的晚霞作為獎勵，稍作調整，來迎接接下來的挑戰。本來我只打算把它的前後橋拆下來，清理一下，但是它到處都有漏油的跡象。根據我的經驗，估計前後橋裡面的油封都廢了，也確實是需要給整個前橋來個徹底的清理。
經過清理和打磨，終於把它們整理到了可以展現的程度。還有一些小地方，用噴砂機處理一下就可以噴漆了。到這裡還遠遠沒有完工，這裡還有一大堆在等着我。我不是機械專業，但我對機械充滿熱愛。我喜歡機車，喜歡老物件在我手裡一點點的改變，擁有新的生命，那樣會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。我也願意花時間，把它們從破爛不堪的樣子，修飾成這樣乾淨的模樣。很及時，配件也都到了，把它們裝回去，再給它們噴上油漆，就完工了。相比前桥，後橋的情況就好多了，只需要把伴奏拆出來清理清理，換上新的齒輪油和油封就可以了。前桥后桥整理完畢，接下來把剎車卡鉗拆出來稍作清理，為後續的噴漆做準備。我沒有專業的設備車輪，所以我只能把幾個輪胎送去補胎店。雖然說生命在於運動，但這也讓我累得夠嗆。整個底盤的附件基本上整理完畢，接下來給它們上好顏色就可以裝車。
黑色深層，紅色熱烈，黃色溫暖，這樣一個平凡光透露的不俗。淚點裡流淌着熱血的越野車，底盤新鮮出爐，看上去溫文爾雅，實際上戰鬥感十足。底盤順利組裝，發動機也排上日程，動力整體還不錯。之前也檢查過，不漏油也不滴水，所以我只打算把附件拆下來清理，然後全部噴上耐高溫漆，之後再把它們裝回去就可以了。经過2個月的努力，整車底盤部件悉數歸位，之前熱的水箱也不好了。這也意味着修復工作完成了一大半，接下來就是它。经過千錘百煉，變形的車殼和鏽酸的地板也都恢復到了理想狀態。接下來我要給整個車殼打磨除鏽。飯要一口一口的吃，是要一點一點的做。這顆的鈑金和漆面是個複雜的工序，校正清理、除鏽你不得手不朗。底盤的處理更是重中之重，必須沖洗乾淨，然後清除鏽斑，再噴上底盤裝甲，把該做的都做好。
隨着連接底盤的螺絲全部擰緊，整個修復工作也快接近了尾聲。它正朝着我的預期慢慢承襲，但這並不是這輛車的最終狀態。為了這個目標，還要加把勁努力。车盒整理平整之後，我找專業的調劑師傅，給他弄了一個不太常見的全車塗裝，基素水泥灰綠，然後其他連接件做黑色點綴，希望它與眾不同的同時，又不是原本經典的色彩，在陽光下它能光彩奪目，在陰影裡也依然身姿挺拔。接下來就是給您一件和其他零件婚紗除鏽。經過長時間的耕耘，終於等來了豐收的時候。我很期待它重生的樣子。組裝好前擋玻璃之後，這輛手機換回來的再到越野，剩下的所有零件全部整理完畢，搭配車身的顏色，我給它做了個深層的啞光黑，黑色的點綴襯托着金屬水泥匯入，也別有一番風味。接下來開始裝車。
歷經90來個日夜，終於到了完工的這一天。這件事情對於我來說也是意義非凡。我賦予它新生，它賦予我成長。很慶幸，在時間的長河裡，我們照亮了彼此。之前貨車上的座椅不能用了，所以我又搞了一套座椅回來，也沒有選擇包郵拉皮，感覺還是這樣順一點，比較合適這輛車。为了這幾個大沙發，真是費了很大力氣。好在裝上去之後的效果還不錯，坐起來挺舒服，整體很有質感。把全車的線路整理一遍之後，該加油的加油，該放水的放水，到這裡組裝也就接近了尾聲。它從破爛不堪的樣子，整理到了現在的模樣。即便有些細節處理得不夠完美，我也是盡力的做到了。我能做到最好的樣子。就像我說的，我希望它變得有趣一點，看起來溫文爾雅。實際上戰鬥感十足，平凡中透露着不俗。瑞典裡流淌這段血，要的就是這種感覺。至此，赛達越野的改造告一段落。能看到這裡，也一定都是真愛。感謝一直等待更新的大家，謝謝你們。人生很短，對於我來說，沒有什麼比天賦熱愛更有意義的。接下來，也許我會把這些品牌整理整理，裝個修。也許我會把這輛從老家帶回來的小活動修一修，這些都是自己的小愛好，但還是希望可以更專業一點。不管怎樣，路還很長，需要一步一步走。